30年博弈记忆笔记之概率波动下的理性博弈。本指南旨在打破盲目投注的迷信，将百家乐重塑为一门量化波动的精密科学。我们将穿透负期望值的数学枷锁，通过管理振幅，精准切入与铁血自律，构建一套在概率海洋中赢大输小的不对称获利模型，助您实现从传统赌客向理性投资者的华丽跨越。今天我们不谈虚无缥缈的运气，而是要将百家乐这一起源于15世纪意大利，如今主宰全球赌城的博弈游戏，彻底拆解为一门涉及统计学、心理学与财务规划的精密科学。我们的目标是穿透随机性的迷雾，探索统计学派如何在概率的海洋中建立属于自己的生存指南。在进入任何策略之前，我们必须直面博弈中最残酷的数学底层。百家乐是典型的负期望值游戏，赌场凭借逾 1.06% 的庄家优势，在大量样本的加持下，确保了盲目投注者必然亏损的结局。但请记住，我们不试图推翻数学公式，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管理波动，在资金曲线的起伏中寻找获利空间。平庸的赌客迷信必胜秘籍，盲目崇拜运气，试图通过预测下一手来战胜赌场，而理性的统计投资者则承认赌场优势的存在，他们像经营事业一样对待每一注，预留充足的资金作为缓冲，并学会将不可控的运气量化为统计学上的振幅。这不仅是文法的升级，更是人生格局与修养的重塑。振幅是策略理念的灵魂，它代表了资金曲线相对于理论期望值的正负波动范围。职业玩家的唯一任务不是预测输赢，而是预留足够的负振幅缓冲空间，也就是本金，确保在运气低谷时生存下来，并在正振幅出现时精准锁定利润。根据大资料的长期观测，百家乐牌局符合某种金融市场法则，70%的时间处于破碎随机的震荡状态，庄闲分布极度混乱，这是高风险区，而剩下的30%则是单边趋势期，表现为长龙或强烈的规律性跳路，这才是我们利润爆发、正振幅红利释放的真正战场。面对70%的震荡期，最理性的战术是防御为主。此时庄闲交替频繁，毫无章法。我们的核心策略是减少注码，甚至保持观望，使用剑跳跟跳等灵活技巧来规避连续被打击的风险。请记住财富阶梯的教训，在低效率阶段，保住本金就是最高级别的盈利。一旦识别出那30%的趋势期，也就是长龙或强规律现身时，我们必须化身为果敢的猎人。这是统计集群效应下的幸运时段，应采取顺势加码的战术，利用移动止损策略，让利润在正振幅中无上限的奔跑。正所谓在赢的时候冲锋，才能掠夺真正的财富。切入技术讲求不预设立场，我们遵循见庄跟庄、见闲跟闲、见跳跟跳的动能切入逻辑。第一手通常作为观察点，随后像影子一样紧贴削牌的当前强势方。这种见招拆招的方法论，能确保我们始终站在概率偏向的一方，而不被主观直觉所误导。当切入点选择连续3次失误时，系统判定我们进入了极端的负振幅区域，此时必须坚决执行损3暂停，停止真实资金投注，改用虚拟下注，在心中模拟，确认波动回归正常，负振幅高峰已过，方可恢复真实实战。这一机制是保护本金不被极端运气摧毁的终极防火墙。职业博弈的生存底牌是财务规划。
我们必须构建一个赢大输小的不对称模型，利用人为设定的止盈止损线，强制性的切断亏损的延伸，同时通过动态策略为利润打开无限的想象空间。在负期望值游戏中，这种不对称性是我们唯一的胜算所在。我们设定单靴牌的止损极限为5个单位，一旦触碰这条红线，无论录像看起来多么诱人，都必须立即离场，坚决不回头。这也能确保在最恶劣的统计周期下，单次损失也被严格限制在可承受的预算法定范围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止盈则是艺术，基础目标定为6个单位，但若达到目标时正处于连盈状态，我们不应设限，而是启动移动止盈线，直到出现回撤，如从高点回落3柱时，才果断锁定战果。这种策略旨在实现有限度输，无限度赢。针对8副牌的标准靴牌，我们第55手设定绝对停止点，这是因为随住剩余牌库减少，博牌规则下的统计不确定性剧烈增加，同时长时间博弈会导致心理疲劳，大脑执行功能损耗，极易引发毁灭性的冲动下注。在第55手收手是职业自律的最高体现。百家乐深层是一场心术游戏，职业自信源于对统计规律的深度认知，表现在冷静的等待与果决的执行，而盲目自负则源于对运气的贪婪崇拜，常导致在负振幅中大注梭哈，这在博弈中等同于自杀。记住，术是方法，而心是驾驭方向的舵盘。总结我们的生存方程式：规避致命负周期加捕捉趋势红利加铁血意志的自律等于长期的生存与获利。在概率的海洋中，振幅是不可避免的波浪，切入点是引导航向的航线，而自律则是确保船只不倾覆的唯一压舱石。希望这份指南能助你从迷信运气的赌客转化为以理性逻辑制胜的专业博弈者。请记住，百家乐是负期望值的赌戏，在庄家的资金无限大面前，你失败输钱是理所当然的。多少年来，我历经了由负期望值到正期望值再到负期望值，我在赌场存活下来并且获利了，但不知道何时一个大的负振幅把我一切清理。所以说，我现在向赌场借的钱迟早要还的，但是我希望我还钱的那一天是我已经在天堂的某一天。